大家好，欢迎收看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年画与年节中的除夕。说到除夕，大家最熟悉不过了。每逢中国的传统新年，春节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辞旧迎新，贴春红，挂灯笼，放鞭炮，热热闹闹地迎接春节的到来。除夕在农历的腊月30或29的夜晚，又称大年夜、除夜或者岁除。除夕作为岁末的最后一天夜晚，是年尾最为重要的时刻。所谓爆竹声中辞旧岁，烟花满天迎新春。除夕作为年尾的节日，源自上古时期岁末除旧布新、祭祀祖先的风俗。据《吕氏春秋·祭冬记》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式来驱逐疫力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在先秦时期，每年将近的时候，要举行大挪的仪式，击鼓驱除疫力之鬼，称为逐除。后又称除夕的前一天为小除，即小年夜；除夕则为大除，即大年夜。据称，最早提及除夕这一名称的是西晋周楚撰著的《风土记》等史籍。除夕自古就有祭祖、吃年饭、贴年红、熬年也叫守岁，以及挂灯笼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除夕也是汉字文化圈国家以及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2007年，除夕依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正式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这一天是新一年的前夕，是除旧迎新的重要时间交界点。岁除之日，家家户户忙着清扫庭院，除旧布新，张灯结彩，迎接祖宗回家过年，并以年糕、三牲饭菜以及3茶5酒奉祀。中国部分地区有一种除夕当日上祖坟的习俗，称为送年时。上坟的时间呢，一般在除夕日的下午。人们会把做好的年夜饭送到亡故亲人的坟上，让亡故的亲人与生者一起享用除夕夜的美食，从而寄托人们对亡故亲人的哀思。北方地区呢，另外一种类似的习俗为请家堂，即除夕当天下午将书写着家庭宗祖名字的家堂画请出来，挂于家中堂屋的正墙上，供以祭祀用品。在这之后的每天都要祭祀先祖，直到元宵过后方可取香。吃年夜饭呢，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在大年夜里，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在桌旁。老人家眼看儿孙满堂，一家大小共叙天伦。年夜饭的名堂有很多，南北各地也不尽相同，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过年习惯吃饺子，这是古时候就流传下来的习惯。贴年红呢，是除夕这一天必做的一件事。所谓年红，这里一般包含了春联、窗花、福字、年画等所有用来装点春节气氛的纸质象征物。那特别是年画，家家户户门前屋后，过春节怎么能少得了年画的踪影？你看那大门上一对对威严的门神，
影壁上慈祥的土地公公，堂屋里气派的三星，主人房亢维的娃娃，厨房的灶神，所到之处，满眼尽是欢喜的年画，所有美好的祝愿和理想都描绘其间，为新年增添了无限的欢乐。我们都说过一年长一岁，岁是什么意思呢？相传在古时候有一种妖怪，名字叫做岁。这里的岁呢，是鬼鬼祟祟的祟。每年的年30夜里，那这个岁就会出来害人。他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3下，孩子就会得病发烧。长辈害怕这个岁来伤害孩子，就整夜的守着孩子，不被岁这种妖怪伤害。大人们虽想了一些办法，在半夜虽这个妖怪来伤害小朋友的时候，在小朋友的枕边突然发出一道亮光，虽便急忙的缩回手逃跑了。原来这道亮光来自于红纸包着的8个铜钱。据说这8个铜钱呢，是8仙所变，是他们吓跑了岁。长辈们借压在枕头下面的8个铜钱镇住邪祟，如此晚辈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1岁，此为压岁的来历。岁由于与年岁的岁谐音，后面就有了压岁钱的说法。其实很多讲除夕关于夕寿和年寿的故事也大同小异。所谓熬年守岁，总的来说主要是守护平安之意。守岁的习俗呢，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丰2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春节贴年画的习俗由来已久，今天我们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年画，其源头实为春联。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1000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竹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关于桃符的来历，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屡见不鲜。《山海经》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相传杜朔山上有一棵盘延3000里的大桃树，树上有金鸡，树下东北侧有鬼门，鬼门内有食鬼的老虎，鬼门边有2位神人把守，名叫申叔、玉律。这里的申叔的这个叔和玉律的律是多音字。每当清晨金鸡长鸣，就会有鬼魅在民间出没作害，申叔玉律就会立即发现，并用芒尾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老虎。天下的鬼都畏惧申叔和玉律，百姓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挂在自家的门口，以辟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申叔玉律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再到后来，人们开始在桃木板上刻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的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这就是对联或春联的来历，实际也是门神话的来历。门神呢，我们都很熟悉。据说大门上贴2位门神，
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秉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呢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之人，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做战斗。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也总是成双成对。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申叔、玉律两位大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的武将作为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骚扰。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就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那早期的门神呢，是以手绘为主。自雕版印刷这门技术被普及和推广开来之后，慢慢的取代了传统的手绘方式，变得更加的高效。门神画依附于门，门出必由之，入必由之，是沟通两个空间世界的枢纽。门有大有小，有虚有实，大至国门，小至宅门，每一扇门呢，都守护着一方的水土，一介草民。在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制下，以中原地区民居建筑为例，基本上确立了由隐蔽、院、厅、廊、房屋等结构为主体的建筑样式。围绕这种建筑样式展开的门神画的应用，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规范。这张图中的大门是中原地区建筑样式中较为常见的，对应的年画以及春联的张贴也有其规范性。其中春联的张贴规范也比较多，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批、春条和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的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批贴于门楣的横木上，春条则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位置。斗经也叫门叶、斗方，为正方菱形状，多贴在家具、隐蔽及单门上，而大门上则张贴门神。因图中的这个门为临街的院门，一般张贴较大尺幅的午门神年画。这是现在常见的门神画，为胶版印刷品，其制作工艺及风格已与传统的木板门神画大相径庭。院门内呢，常设有隐蔽，隐蔽上一般有设土地神的龛位，供奉的就是土地神。无龛位的贴钟馗像或福子灯，即书写有福字的年画，一般为斗方的形制。有的人家还设有后门，贴钟馗或魏征门神。与前门不同的是，后门主要控制小鬼，以上两位大神专抓小鬼是魏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魏征斩龙的故事。堂屋门贴五子登科、加官进禄之类的门画，寓意子嗣昌满、荣华富贵。老人房门呢，一般贴福禄寿或五子登科图，意思上也大同小异。如果家里有刚结婚不久的新人，新人房门上则要贴
麒麟送子或和合二仙，以求早得贵子，夫妻美满和合，幸福长久。儿童房门主要贴张仙护子、赵云抱太子、状元门神、连中三元等题材的门画。张仙呢为护子之神，画面中一般有5个孩子环绕着张仙。张仙手拿弓箭射杀一只天狗，相传此天狗为煞狗，乃不祥之物。张仙射天狗护子，即为此意。赵云抱太子是三国典故，大体上也是保护主人家孩子的意思。家中若有待出阁的女孩子，是需要，可在房门上贴类似招桃花或求亲类的门画。图中的这对年画是陕西凤翔一带专门贴用于适婚女孩房门的，叫佳人爱菊，倩女寻梅。字面上的菊和梅特指举人和媒人，画中菊花易寻，梅花难找，所以要寻梅，实际是寻媒人的意思。古代未嫁女子3从4德规矩很多，一般不准出门，相亲之类的事情大都也由父母之命，或交由媒人来处理。此对门画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寻梅图中，女孩脸上泛起了红晕，表达害羞之意。东方女子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一览无余。还有一类比较特别的门神，叫自贬门神。这是广州番禺沙湾古村的一处实景照片。该类门神比较特殊，是以门神名字书写在红纸上贴用，意思是门神在此了。这有点像春联和门神画的结合体。实际刚才我们说过，无论是春联还是门神画，其源头都可追溯到陶府。这么来看，在门神画的演变过程中，不排除有这样的一种中间状态，一直被部分地区当习俗沿用并留存至今。当然，另一种可能就是其相对抑制及低廉的价格。年画在春节的应用最为普遍，无论是形式或是题材和内容，各地也都有其相对程式化和固定的年画品种和类型。本期对应年画部分，我们重点以门神画为例，来说明年画在年节中的使用情况。门神画是年画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类型，且应用最为广泛，门神习俗的普适性也最高。其他类型年画呢，我们会放在后面的节目中再做详细的讨论。好，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年画的实物。我左手边这对红底的关公门神是产自广东的佛山地区。这个佛山的年画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红色的这个底衬这个呢是佛山地区的一种特殊的这种工艺的做法叫田丹。那这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年画实物，也分别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从午门神说起这对是陕西凤翔地区的一对午门神我们最常见到的秦琼和敬德，也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恭这2个门神。我们看尉迟恭，也就是敬德这个门神，他骑的这匹马是红色的。那在传统的这个话剧《白毛女》当中，有一段这样的唱词，叫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这个骑红马的门神指的就是敬德
这是一对江苏无锡地区的这个五子门神也叫五子登科这个门神相对比较大，一般贴用在这个大户人家的这个堂屋门上也就是主人房门上再来看这对，这一对五门神上面写的苗帅和苗将字眼，就是说字面意思就是两个大将军元帅这个是湖南滩头地区的门神。我们看这个门神人物的造型，服装上面有一些像非汉族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这个服装的样式出现。也确实是这个门神呢是用在这个苗族地区的一对门神。那实际上它也是汉族文化的这个影响，从传统的我们的比如说秦琼敬德这样的一些门神形象上发生了一些演变产生的这样的造型。好，说完五门神，我们接下来看一对文门神这个是天津杨柳青一带的这个文官门神，上面写的福寿一个文官模样的一个官员，下面有一个娃娃跟随身后也是贴在堂屋门上或主人房间。这对是刚才给大家说到的魏征贴后门的这个抓小鬼的魏征将官进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说到的老人房门贴的门神。我们看这对门神有点像刚才讲到的五子登科但实际上我不好拿衣服了。实际上这个门神画里边的娃娃数量上它不是5个，是7个有7个孩子，这种叫七子门神那当然它的这种形制跟五子门神的形制是类似的关于七子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最为这个认知度比较高的就是关于先秦七子的这个说法这个老子、庄子孟子这个先秦的这一些哲学家先哲们那意思也就是希望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能够像先人这个智慧或者说考取功名将来长大成才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是老人房门贴用的福禄寿，福禄寿也是一对3星门神，这对是山西晋南地区的。这个也是福禄寿，这个是山东郯城地区的，这版都比较老这是老人房间接下来我们再看2个儿童房间。这个是张仙射天狗也叫张仙护子。跟刚才那一对不同的是这个年画上面有书写的文字你像这边这张上面写的张仙下天台，每日把弓开，但打云中犬，保佑子孙来。那除了护子之外，张仙还有这个求子的功能
那儿童房门呢，也经常贴这种球子类的。这个是江苏地区的啊，江苏地区的一对麒麟送子图。好，这里还有一对状元门神，也是贴在孩子房门啊，或者家里有人读书，身着状元服的啊，这个状元郎。那另外呢，还有贴在新人房门的，这对是广东江门地区啊的一对这个门神画、门画啊。那左边的呢是这个侍女，右边的是这个男子，那也就是新郎和新娘的意思啊。这个左边的新娘啊，胸里啊这个抱着个娃娃啊，右边的这个新郎官呢，身着也是状元服啊，意味着这个考取功名啊，然后荣归故里啊，或者说这个类似登科的概念。那另外呢，在这个新人房间啊，我们也会见到有类似于这样的，一团和气，它和我们刚才说的和合二仙啊有一些相似啊，都是说啊家庭和睦啊，夫妻和睦啊和气的意思。这张画呢，是河南开封朱仙镇地区的啊一张年画，这种可以贴门，也可以贴墙上。这个实物啊，这是一个这个礼书，就是我们比如说家里这个结婚了啊，要给别人发请帖啊，然后这个就装在这个里面啊，类似一个信封一样的，这个叫礼书。那在这个礼书的封面，我们看有一个印版，有一个书写的汉字，这个汉字啊就是一个双喜，这个就是一个喜事帖的一个礼封或者礼书。那在这个礼书的封面印制的这个套经的这个画面的内容啊，在下边上面有龙凤啊，下面有两个人物模样的啊这个造型。那这两个人物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和合二仙啊，指的就是夫妻和睦和合的意思啊，象征这个白头偕老啊。过除夕也叫做过年关，中国人历来讲究禁忌。虽说过年很美好，但过年关却并不见得容易，所以要处处小心，身上一定要收拾干净，福字哪些地方正贴，哪些地方反贴。守岁时屋内的灯一定要保持长明。除夕这天忌说不吉利的话，记得要在年前把所有的债务还清，等等等等。为的呢是把这年的尾巴收好，过了这一关，来年才会诸事顺遂。除旧布新，这个旧既包括空间环境之旧，也包含人的习气品行之旧，其中的深意值得我们在过年的欢庆喜悦之余慢慢品味。民俗不虚，有口传及习为，年画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